局势有变，乌克兰反攻告捷，重提加入北约，普京遭遇重大危机。大家好，我是薛运华，欢迎收看运华观点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公投入俄刚结束，乌军反攻就大获成功，给了普京最严重的考验。俄乌冲突已经有7个多月了，此前俄军一直都是占据优势的一方，不但掌握了乌军大量的城市和村庄，同时也通过公投的方式将乌克兰4个地区变为俄罗斯的领土，再加上全球高涨的能源价格，也让俄罗斯赚到一笔丰厚的资金。虽然不能否认的是，俄罗斯确实在冲突中也损失不小，但整体来说，俄罗斯收益是大于损失的。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内，整体局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据多方传来的消息，近日乌克兰成功夺回了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利曼。与此同时，赫尔松地区的防线也被乌军突破，大量的外围城市正在丢失，甚至赫尔松地区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要知道，赫尔松地区是关键战略要地，这里不单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前沿阵地，也为克里米亚提供大量的淡水资源，同时也是俄军重要的补给线。俄军如果被乌军重新夺回赫尔松，俄军在乌东的攻势立刻就有被两面夹击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乌军还可以长驱直入杀到克里米亚半岛，到时候俄罗斯真的就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此前就有分析认为，赫尔松的反攻可能是佯攻，意图调动俄军主力，为乌军左勾拳反攻哈尔科夫创造条件。但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，而是乌军又挥出了一记右勾拳，直指俄军要害。难怪乌军说要打2场战役。面对如此顺利的反攻局面，乌克兰日前又一次签署了加入北约的申请，而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公开表示，乌克兰实际上已经与北约成为了盟友，现在只是做出最后一个决定性步骤而已。泽连斯基大概率是想通过反攻告捷向北约邀功，毕竟这场冲突其实是乌克兰为北约备了俄罗斯的怒火。现在虽然反攻局面不错，但是冲突持续了这么久，乌克兰的损失可能还是不可估量的。现在要求北约来保护自己也无可厚非。北约正在评估乌克兰加入要面临的各种风险，所以现在态度是非常谨慎的，并没有立刻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。但是如今这种局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，或许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时刻。一方面，如果不能尽快阻止乌军大反攻，俄军的士气不但会遭受重大打击，同时那些公投入俄的地区也会重新考虑自己选择是否正确。另一方面，虽然北约一直对乌克兰要求加入抱着拖延的态度，但是不能排除俄罗斯一旦陷入全面劣势，北约或许就会同意乌克兰的请求，到时候北约同盟国可能就都上来痛打落水狗，疯狂占便宜了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信口开河。波兰这个一直与俄罗斯关系不好的北约成员国，正在边境集结重兵，并且成立的机械化师，很明显是在为战争做准备。法德等国也在积极扩充军备，现在谁也无法预料是否会真的开启第3次世界大战。现在就说俄罗斯败局已定，那也不至于，毕竟普京还有底牌在手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超过了20万人在局部动员令框架下抵达俄军各支部队，通过一段时间训练就能够进入战场作战，但毕竟士兵训练需要1-2个月的时间，所以现在是俄罗斯最难熬的2个月，一旦撑过去，兵力不足的问题就能得到极大缓解，后勤补给也能得到极大改善。现在这种局面对俄乌来说可能都是最关键的时刻，到底是乌军反攻能够势如破竹，直接将俄军彻底赶出乌克兰，
还是俄军严防死守，撑到后续援军的到来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